今天我们来聊一个最近让大家人心惶惶的话题，充电也会被诈骗。想象一下，你在机场等飞机，手机快没电了，刚好看到免费充电站可以插线充电。你把手机充了短短10分钟，结果银行简讯狂响，一查竟发现账户里的10万块不翼而飞。这不是电影情节，而是网络上一则疯传的故事。手机诈骗手法全新升级，只要充电几分钟就能把你的血汗钱洗劫一空。这种听起来骇人听闻的充电诈骗术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的有可能发生吗？还是说它其实只是个耸人听闻的谣言？今天就让我们深入揭开这个充电陷阱的真相，顺便告诉大家该如何防范，赶紧提醒家人提高警觉。这个传闻的版本大致是这样：今年5月，有位王小姐在机场使用公共充电线帮手机充电，才充电不到半小时，她的银行账户就接连跳出通知，被人盗领了10万元。消息一出，网络上许多人惊呼，以后不敢乱用外面的充电站了。更夸张的是，某影片中的资安专家不仅描述了这起事件，还现场教学防范方法，声称安卓手机用户只要开启某种模式，所谓的开发者模式进行设定，就能避免骇客入侵。乍听之下有板有眼，不少人看完视频后赶紧转发，提醒亲友千万小心充电诈骗。然而，这故事真的发生过吗？充电几分钟就被偷走10万块，可能性有多高？先别慌，我们来抽丝剥茧，看看这件事的可信度。首先，台湾警方表示，并没有接获任何这类案件的报案记录，国内也从未发生过类似情形。航空警察局也出面说明，他们尚未受理过相关案件。换句话说，这起机场充电被盗领10万，很可能压根没真实发生。如果真有如此惊天的大案，怎会没有任何受害人报警求助呢？所以，在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上，已经令人存疑。再来从技术层面想一想，光靠一条 USB 充电线就能把银行存款转走，治安专家们普遍认为技术难度极高，几乎不可能悄无声息做到。一般银行 APP 或行动支付转账都设有身份验证机制，例如登录密码、生物辨识以及一次性密码 OTP 等双重认证。就算真的有恶意程式偷偷潜入你的手机，要转走你的钱也卡在这些关卡上，不输入密码，不通过简讯验证码，就直接转出大笔金额，根本不符合现行的安全机制。截至目前，也没有已知的攻击手法能单靠充电线达成如此魔幻的道理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有人声称插个充电线钱就被偷光，可信度相当令人怀疑。除此之外，那支在网络疯传的影片本身也有很多可疑之处。影片里所谓有20年经验的治安专家，极可能是 AI 合成的角色。台湾事实查核中心在分析这支影片时发现，除了片中手机银行截图画面看似真实，其余多数画面竟然都是 AI 生成的，就连主讲者的声音和样貌都有 AI 合成的嫌疑。如果连说故事的人都是假的，那影片内容的公信力就更值得打个大问号了。更糟的是，影片中教大家开启的开发者模式，并不是什么神奇防害秘技，反而可能让你的手机暴露在更高风险。开发者模式原本是给专业人员测试用的，开启后手机的系统保护会降低，比如允许 USB 侦错、安装非官方应用等高阶权限。如果一般用户长期把开发者模式打开，又把手机连到不受信任的设备，例如陌生人的电脑或充电站，那等于主动解除了一些安全锁，更容易被入侵或读取资料。所以影片教授的防害设定不但没必要，还可能弄巧成拙，引狼入室。综合以上种种，这起充电10分钟遭到10万，很大概率是虚惊一场。事实查核中心已经辟谣，警方没有接获报案，国内没有案例，影片多半是 AI 产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暂时不用太过恐慌，你的钱不会因为在外面充一下电就莫名其妙蒸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既然充电被盗钱是谣言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，照充不误了呢？也不尽然。虽然10分钟偷10万这种说法失实，但它背后提到的风险并非全然虚构。其实早在多年前，治安圈就注意到利用 USB 充电来入侵装置的可能性。
只是很多人现在才第一次听说。接下来我们就从头说起，看看充电诈骗术究竟是什么来头，有没有真本事，以及我们又该如何保护自己。你也许会好奇，充个电而已，怎么就能被骇客盗走资料甚至存款呢？其实关键就在于我们手机充电用的 USB 线同时具有充电和传输资料的功能。一般我们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只有电力输出，没什么风险。但如果你把手机连接到 USB 充电站、电脑 USB 部或者别人的行动电源充电线，那对方装置上可能不只是单纯提供电力，还暗藏一颗偷资料的心。这种透过 USB 部下手的攻击，在国外有个称呼叫做 juice jacking， 直译就是果汁插偷，骇客透过你充电的线路，像吸果汁一样悄悄吸走你手机里的资料，或者偷偷在你装置上种下恶意程式。因此我们把它形象地称为充电陷阱或充电诈欺。那骇客到底如何利用 USB 来犯案呢？让我们设想一个场景，一名不怀好意的骇客来到机场候机室，他随身带着一条改装过的 USB 充电线和一个微型装置。这条线看起来和普通充电线一模一样，但其实线的接头里藏着一颗小型电脑晶片，连着骇客笔电或一台隐蔽的控制器。骇客假装不经意地把这条线遗留在公共充电区，或者干脆插在充电站的 USB 插孔上，让它看起来就是给人免费充电用的。没过多久，一位旅客经过，手机快没电了，看到有现成的充电线可以用，心想真幸运捡到宝，就把手机连上去了。旅客插上线之后，放心地去买杯咖啡。然而此时他的手机已经和骇客买好的装置连通了，那根看似无害的 USB 线立刻发功，透过资料线路对手机发送隐藏指令。只要这位旅客的手机没有严密上锁，或者他大意之下点了信任此装置，骇客的恶意程式就可能在短短几分钟内植入他手机。等旅客回来拔掉手机时，可能一切如常，手机也照样在充电。可是在背后，手机里的联络人、照片、简讯，甚至账户密码早已被偷偷复制走。如果这名受害者恰好手机里没有启用强认证的支付应用，或者他的网银 APP 处于免密交易状态，那骇客甚至可能趁机发起转账，尝试窃取金钱。听起来很像007谍报电影的情节，对吧？但从技术上来说，这种攻击并非天方夜谭。事实上，充电骇客的概念已经存在超过10年。早在2011年8月，美国拉斯维加斯的骇客大会上，就有安全研究人员架设了一台特殊的免费充电亭，实验展示人们有多容易掉以轻心。把手机插上陌生 USB， 那台充电站暗藏机关，萤幕最初显示 Free Charging 诱使人插电，但一旦有人连上，萤幕立刻跳出警告接入装置，其实已尝试存取你的资料。这次有惊无险的示范引起了大家对 USB 充电风险的注意，也让资安记者 Brian Krebs 创造了 Juice Jacking 这个名称，提醒世人不要随便信任公共充电站。随后几年间，世界各地的资安专家陆续发现并公开了更多充电攻击的手法。2013年的黑客大会上，乔治亚理工学院的研究团队带来了一款自制的恶意充电器，取名叫 Mactens。 这个充电器体积小巧，外观普通，却能在你把 iPhone 接上充电时，自动在手机里植入恶意程式。当时它成功感染了最新版 iOS 系统的 iPhone， 甚至可以隐藏自己不被用户察觉，让苹果的工程师们大吃一惊。2014年，又有德国的资安专家发表了名为 BitUSB 的研究，接入 USB 装置的固件可以被骇客改写，从而把一个看似正常的 U 盘、键盘甚至充电线变成具有攻击性的工具。一台电脑或手机只要连上被修改过固件的 USB 装置，就可能被植入木马而浑然不觉。Bad USB 的出现意味着任何 USB 连接都有潜在风险，也让人们开始对来路不明的随身碟、充电线心生戒心。到了2016年，充电攻击的花样继续翻新。在当年的 DEFCON 大会上，研究人员展示了所谓 Video Jacking 攻击，透过改造过的充电站，不仅可以盗资料，甚至能录下受害者手机萤幕画面。当时受影响的
包括一些支援特定影音输出协定的 Android 手机，以及使用 Lightning 接口的 iPhone。也就是说，骇客不仅想偷你的资料，还可能偷看你的萤幕在显示什么，进一步掌握你的敏感讯息。2018年，另一组安全研究员则公布了 Trust Jacking 漏洞。当你用 iPhone 连接电脑并选择信任对方时，骇客若透过某些手段取得你那台电脑的存取权，就能利用已建立的信任关系，长期远端控制你的 iPhone。这提醒大家，随便信任陌生电脑是很危险的行为。一旦你点下信任此电脑，等同打开大门，邀请对方长驱直入。总之，这些年来，充电相关的骇客技术层出不穷，从偷读资料、装木马到录萤幕，长期控制不断在进化中。听到这里，你可能觉得毛骨悚然，难道我们的手机连条充电线都不能插了吗？别怕，好消息是，手机厂商和软体开发者们也不是省油的灯。面对这些充电攻击的威胁，他们早就开始加强防御，让一般用户的手机变得更难被轻易入侵。举个例子，还记得刚才提到的 MacTens 攻击吗？苹果公司在随后推出的 iOS 更新中，很快修补了相关漏洞。现在的 iPhone 如果在锁定状态下接上 USB 装置，系统预设不会允许资料存取，甚至新增了 USB 限制模式。当 iPhone 锁定超过1小时未解锁，再接上 USB 配件时，必须先解锁才能通讯，这大大降低了随插即中的风险。再看 Android 阵营，自从2016年左右的版本开始， Android 手机每次连接 USB 时，都会询问用户要不要开启资料传输。预设其实只充电不传资料，也就是说，你得在通知列中明确选择传输档案或允许 USB 侦错，手机才会暴露给对方，不然就只是单纯吃电而已。此后 Android 也引入了一些更严格的设定，例如某些装置在锁屏时完全禁止 USB 数据连线，除非解锁才开放。这些设计都让骇客要透过充电线直接攻击变得困难重重。软硬体安全性的提升带来了实质效果。截至目前，在现代手机上透过公共充电站大规模盗取个资的案例几乎没有听说。有研究调查指出，尽管近年常有单位发布小心充电陷阱的提醒，但实际上尚未出现过证实的野外攻击事件。2019年11月，美国洛杉矶郡曾发布公共公告，警告旅客假日出行，当心机场的 USB 充电站可能藏有不法。但事后有人质疑，当时并没有任何实例证明洛杉矶机场真的出现过被害充电站，那次提醒纯属预防宣导。2023年4月，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透过社群媒体再次呼吁大众避免使用公共充电站，建议大家自备充电设备。这则消息引发全球媒体转载，一时间充电别乱插，小心被害的新闻铺天盖地。然而后来有科技媒体追查发现， FBI 的这次警告并非因掌握了新的犯罪案件，而是基于以往技术可能性给出的通则性提醒。就连苹果公司也对外表示，他们从未接获任何用户通报因公共 USB 充电而遭入侵的事件。许多专家因此评估，对一般大众而言，充电遭害的风险相较其他网络诈骗手法算是低的。毕竟比起费心去改装硬体埋伏在公共场所，不肖之徒更常用的手段还是杀钓鱼简讯、伪装 App 这类简单有效的招数。不过低风险不等于零风险，尤其对某些特定目标人物或粗心的使用者而言，充电诈骗术依然值得警惕。我们可以想象，假如哪天有高价值目标，比如企业、高管、政府官员频繁出入某地，不法分子完全可能针对他量身布置一场 USB 陷阱。如果对方在暗中掌握了这位目标使用的手机型号和漏洞，再设法让他使用预先改装的充电设备，那么一次成功入侵就足以窃取海量机密，后果不堪设想。即使对我们普通人，充电陷阱也可能带来个资外泄的损失。试想你的手机里有多少隐私、聊天记录、照片、影片、通讯录、各种登录凭证等等，一旦被有心人透过木马程式偷走，虽然银行钱未必拿得到，但身份被盗用，隐私被贩卖也是让人头痛的麻烦。
而且还可能出现后续连锁攻击。资安专家提醒，如果你的手机曾被种下木马，你日后把手机接回办公室、电脑、家用笔电时，木马有机会进一步感染那些设备，把你公司的机密或你家人的资料一并偷走，利用你的手机当跳板来一场更大的入侵行动。听到这里，你应该明白，充电诈骗术虽未大量现行，却绝对是不能掉以轻心的潜在威胁。更何况，犯罪手法总是在不断翻新，很多人可能因此中了招。前阵子，网络上还流传另一种诈骗套路，陌生人假借你行动电源的陷阱，做法是诈骗者随机接近路人，装作热心的说：“你的手机快没电吗？我这有行动电源可以借你用用看哦。”如果你贸然接受，把手机插上他提供的行动电源，那可能正中下怀。他递给你的行动电源里，很可能暗藏着类似的恶意电路或木马程式，一插上就开始对你的手机下手。还有人更奸诈，要求能不能借你的手机来测试一下我新买的充电宝好不好用。如果你心善答应，他拿过你的手机接上他的装置，表面上像在帮你测试充电，实际可能趁机在你手机装后门。幸好目前我们看到的多半也是警示居多，真的有人因此被害的消息并不多。但是想象这种场景就足够让人提高戒心。在外遇到热心主动提供充电的人事物，务必多个心眼，不要因此让手机暴露在未知风险中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也有不少充电陷阱的夸大谣言在民间流传。除了我们开头讲的机场案例之外，比如曾经 LINE 上疯传一则消息，说什么充电宝只要插入你的手机里，银行的钱不需账号密码就通通被领光光。乍看和我们今天聊得如出一辙，但经过查证，这是不实资讯。这类谣言的存在，也反映出大家对新形态科技诈骗的疑虑和恐惧。一方面，我们要有判断力，不轻信未经证实的耸动传闻，以免像这次很多人被 AI 影片误导。另一方面，防人之心不可无，对于充电也可能有风险，这点保持适度的警惕是有必要的。那么，究竟该怎么防范充电诈骗术呢？别急，下面我们就整理了一份行动指南，保护你和家人在充电时的资安安全。自备充电设备，避免使用陌生充电线与 USB 部，这是最根本的办法。出门在外，最好携带自己的充电器或行动电源，不要直接把手机插在公共 USB 充电站上。如果不得不使用，也尽量使用自己的原厂充电线接电源插座，而非使用现场提供的 USB 插孔。简单说，就是尽量透过你信任的电源来充电，切断陌生设备接触你手机资料的途径。使用 USB 数据阻断器或充电专用线。现在市面上有一种小巧的 USB 数据防护器，俗称 USB 保险套，或者干脆购买只能充电不能传资料的 USB 线。它们的原理都是把 USB 线中的资料线路物理断开，只保留电力线路。这样即使你不得不用公共充电部，也能确保只给电不给数据，大大降低被植入木马或资料被偷走的可能性。留意手机提示，选择仅充电模式。当你把手机连上电脑或陌生 USB 口时，务必注意萤幕弹出的提示。如果你的手机出现是否信任此电脑、允许传输档案之类的对话框，千万不要随意点击允许。正确的做法是选不信任或仅充电。像台北市政府先前宣导的，当手机插入 USB 端口看到是否允许分享资料这种选项时，一律拒绝或选择仅充电。总之，不要解锁手机去点击任何允许资料存取的选项，保持手机处于仅充电状态，就能阻挡大部分充电攻击。不要长期开启开发者选项及 USB 侦错模式。一般用户平时没必要开发者模式，千万别因为网络影片的一面之词就去乱调手机设定。开发者模式下的 USB 侦错功能特别敏感，它允许装置透过 USB 执行高权限操作。如果你打开了 USB 侦错，等于默许你的手机对外来指令更敞开大门。所以，除非你非常了解自己在做什么，否则请保持开发者选项关闭。如果因特殊需要开启，用完务必立刻关闭，避免成为攻击入口。随时更新手机系统与安全软体，不论是 Android
还是 iOS 厂商，都会定期推出安全更新来修补新发现的漏洞，保持你的手机软体为最新版本，可以确保你享有最新的防护机制。例如前面提到的 iOS USB 限制模式、Android 的锁屏、USB 保护等等，都是最近几年的更新才有的功能。如果你长期不更新，手机可能缺乏这些保护。另外，为了以防万一，你也可以在手机上安装可信的防毒软体或安全应用，定期扫描是否有木马程式存在。一些安全 App 可以及时发现可疑的授权或后台行为，帮助你早期侦测可能的入侵。不贪小便宜，不随意使用他人提供的充电设备，这点很重要。很多充电陷阱的前提就是利用人们贪方便或贪便宜的心理。陌生人给的充电宝不要乱插，公共场所无故出现的免费充电线不要捡来用，也别因为场所提供免费充电服务就放松警惕。俗话说得好，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在资安领域也是一样，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。那些看似方便的免费充电，很可能以你的隐私和安全为代价。如果养成好习惯，自备充电工具，不借不捡别人的充电装置，就能避开绝大多数陷阱，增强安全意识，谨慎对待每一次充电，保持警觉，是防范一切诈骗的第一步。充电时留意一下周围的设备是否有异样，比如公共 USB 孔上是否接了奇怪的转接头或额外的线，有没有可疑的人员在附近逡巡等。如果感到不对劲，宁可换个插座或停止充电。此外，也可以定期检查手机中的应用和权限设定，看看有无不明 App 突然出现，或某些 App 获得不该有的权限，这些都可能是手机被入侵的迹象。一旦怀疑手机中招，应尽快断开网路，并求助专业人士检查。总的来说，充电10分钟被盗10万块，这种耸动传言虽然被证实是假的，但它也敲响了一记警钟。在数位时代，安全与便利如影随形，我们一方面享受着行动装置带来的方便，同时也必须提高对各种新型诈骗手法的警惕心。科技在进步，诈骗集团和骇客的手段也在同步升级。如果我们掉以轻心，觉得没事啦，哪有那么倒霉，往往就会成为下一个受害者。不过，我们也无需因为这些传闻就草木皆兵。谈充电色变，关键在于理性面对，做好预防。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，现代智慧型手机本身有不少安全机制，一般情况下没有那么容易中招，所以大可不必恐慌到外出不敢帮手机充电。真正要做的是掌握正确的防范知识。与其转发那些来路不明的危言耸听，不如主动学习一点资安常识，分辨哪些是谣言，哪些是真风险，然后采取适当的措施保护自己。希望今天的深入解析能让你对充电诈骗术有清楚的认识。它理论上可行，但实际案例稀少，谣言不可信，但防范不能少。也请你把这些知识分享给身边的家人朋友，提醒长辈们不要轻易相信网络谣传，也提醒年轻人别因侥幸大意掉入了新型陷阱。当我们每个人都提高警觉，骗子就没那么容易得逞。最后总结一句，免费充电有风险，接电之前多三思。下次在外需要给手机充电时，记住今天的提醒，宁愿麻烦一点插自己的充电器，也不要贪图方便冒不必要的险。保持资讯安全，就如同锁好家门、守好钱包，是现代生活中每个人必修的课题。让我们一起做个聪明的用电人，让那些企图透过充电来行骗的歹徒无计可施，谨慎防范，平安上路，才能真正安心地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。祝大家都能安全充电，远离诈骗陷阱。